男人站在馬路中間，拔出了自己的佩刀，面對來勢洶洶的鬼子騎兵，他大口喘着粗气，隨後一個橫劈將鬼子斬落馬下，緊接着又一刀將這頭鬼子送回了老家。俗話說，戰勝恐懼最好的辦法便是直面恐懼，而大本氏這次借着伏擊鬼子騎兵運糧隊伍的機會，也終於戰勝了自己心裡的夢魘，兄弟們也都為他高興不已。解決了自己心魔的大本氏轉頭又打起了鬼子軍馬場的主意，不過他也知道硬拼肯定不行，只能智取。火烧新野，火烧赤壁，火烧唐家军。听見大本氏这头头是道的樣子，石頭高興不已，直呼他終於是恢復正常了。然而大本氏偷襲鬼子軍馬場的方案並沒有得到陳峰的同意，因為他覺得得先弄清楚軍馬場裡面的地形跟情況再說，不然稍有不慎將身陷重圍。要真想偷襲，必須得先找個人進去做內應。說得找個人混。聽到這個消息的石頭立馬就想主動請纓，大本氏跟陳峰不免憂心忡忡地望着他，這讓石頭心裡也自覺地有了自知之明，直呼自己應該不合適。而就在此時，算盤趕了過來，一向穩如老狗的算盤瞬間就被陳峰跟大本氏認定為最佳人選。給你安排個差事，以後不餵人了，改為牲口啊！就這樣，等到了第二天，算盤就被安排進入了給鬼子軍馬場送草料的隊伍裡。可正當他準備進門時，卻被鬼子給攔了下來。這車原來是老王的車，老王今天拉肚子來不了了，讓他弟弟幫送。雖然這個理由沒什麼毛病，可這頭鬼子卻狡猾得很，還是選擇用刺刀試探草堆裡是否有異常，而且還對算盤搜起了身。好在經過一番檢查後有驚無險，最後算盤還是安全地混了進去。然而等他進去後，正準備卸草料之際，轉頭卻在地上看見了許多血漬。又來一群，別瞎說啥。雖然老鄉讓他別多管閒事，可一時好奇的算盤還是忍不住地看向了前方的馬車，隨後再看了看馬廄裡鬼子軍馬在吃的草料，而且馬車上還有人的腿跟鞋子，這不免讓算盤眉頭一緊。難道地上的血跡是人的嗎？想到這，算盤也是直接被驚愕到了，於是等回去後便連忙將這個消息告知了大本氏他們。怎麼的了？吐成這樣了？鬼子把火燒的肚子掏空，添上草料，拿來餵馬。聽到這個消息的眾人瞬間都被震驚到了，鬼子殘忍的行徑簡直令人髮指。養的小鬼子，就他娘的不是人揍的！今晚多少？一個鬼子不許留下。